北路。熔炉已经开燃，水翼不在他处，毒水被困于熔炉之中。张昭，包大哥，这回门真被封住了，你有不砸门的法子吗？有。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这枚指环会不会是另作他用？也许吧。包大哥，炉火熄灭了。水翼，救他！你挺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水翼，水翼，告诉我，凶手是谁？胡掌柜，可他已经死了。其他人也不姓胡啊。江玉虎。救谁？水翼，救谁？水翼，水翼。将军，您可得信我呀，这事儿和我真的没关系。您听我说。呀，水夫人。水夫人，又是媚丹峰的风魂白骨杀。哎呀，这时辰掐的也忒准了，咱们来时那迷迭香刚好燃的只剩一截了。香消玉殒，何其哀哉！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你？那花谢了值得可怜，我这天生的嫩草就活该吃瓜唠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小的冤枉啊！您要是真的把我砍了，我可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门谋杀的小二了。你别这样，到那时啊，一定会覆盆难照，五岳云豹，血溅10丈白帆呐！将军，你再熬，老子马上砍了你做陪葬。将军，包拯，你可知凶手是谁？回将军，我等赶到时，水夷已被凶手置身于熔炉之中。我们虽将其救出，但风魂白骨杀致命在先，纵向死地求生，为时晚矣。水夷生前曾说过一个“胡”字。胡子。娘，南妹妹，南姑娘，信不信？凶手一定是江玉虎。那江玉虎为什么还……嘘，谁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？江玉虎在何处？我刚才寻了他半炷香，也没找着。带水夷回房整理一下吧。想来他定然也不想让自己这般狼狈。我会帮着你。
就算将此地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将江玉虎捉回。你查案要紧，免得凶手再次动手。我留下来守着他。好。那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明白。他怎么样？看着很平静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使劲哭一场呢。那样子看着，真让人揪心。他们母女浪迹江湖，相依为命，怕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啊。包大哥，你别太自责了，好歹我们帮水姨留了个全尸啊。死者已矣，生者只能尽责求生，况且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这本就是场新鬼与旧鬼的恩怨战，无吉亦无常。水姨若不是对封魂白骨砂心存贪念，也不会让凶手正中下怀。水姨虽有心窃取封魂白骨砂，但在他赴死之时，却是为了救人而劫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与滴水诀融合做解药。他是为了救谁而死？沈寒吗？是南天竺。南姐姐也中了封魂白骨砂，这不可能。昨晚我们去血魂林追寻孟达亨时，南天竺不慎被失而复得的灯笼扎破。当时情势危急，并没有发现灯笼早已被身中封魂白骨砂的孟达亨所燃至。哎，好像是小姐，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方才，我见南天竺的臂腕上出现了数道血痕，与沈寒毒发之状如出一辙。如若再寻不出解毒之计，他们的余生随时都抵不过一炷香。南姐姐知道这个噩耗吗？也许吧。今日我们从血魂林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讨论过沈寒的伤势。待他发现血痕，自会心知肚明。南妹妹，你节哀。你娘她不用安慰我。从我做贼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有数。说不准哪天失手，便要丢了性命。只是真到了这一日，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，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一起看。从前总想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一觉醒来，已走完我们母女的最后一程。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，不然怎么会明白世间尚有永恒之所在？
如果生离死别才是永生的代价，那宁愿是我去做那个赢家。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白姐姐，我肚子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端一碗粥来吧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就来。嗯。没了滴水诀，我们上哪儿去抓救命稻草？水姨有滴水诀护身，本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仍被毒杀所害。我已检查过一次滴水诀的暗器，既不在熔炉中，也不在水姨身上，因此我怀疑滴水诀已落入凶手手中。江玉湖费尽心思，将白骨指环占为己有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携指环以被主做妾，这颇像是杜贤麾下新晋杀手的做派。得指环者，得毒杀。江玉湖若是藏有封魂白骨杀的凶手，即便是为了争夺暗杀组织的头目而窃取指环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因此，我怀疑江玉湖并不是真凶，而是继水姨之后的下一个死者。他在水姨遇害时恰巧失踪，有可能这正是凶手打的马虎眼。我们尚未收到下一封匿名信，现在江玉湖又能躲到哪儿呢？血魂林，林中的蝙蝠因中了封魂白骨杀而变成獠牙怪，因此这也说明凶手曾在那里出没过。现在江玉湖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凶手的圈套。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找到江玉湖就能找到真凶，等到把滴水诀抢到手里，南姐姐就能性命无虞了。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看南天竹。好。南妹妹，这阿软，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她不是正在为水姨处理后事吗？南妹妹说想吃粥，我便去厨房帮她将粥端来，谁知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就不见了。南天竹若出了客栈，青明应该知道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青明姑娘，你可曾见过南天竹？我刚才恰好在客栈门口遇见过他。他去了哪里？我喊了一声，他没理我，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，看着好像是往血魂林的方向去了。慢着！你们看，蛇头口中夹着一封信。仙闪说，此乃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南天竹和江玉湖。记住了，是包状元大战智小二，这几个字千万别写错了。我还指着这本书名扬四海呢。你都念到5、6遍了，
跟你俩大战5、6个回合似的。哎，包公子，您要去哪儿啊？烦请你们帮个忙，在这将燃劫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客栈。好嘞。对，迷迭香，迷迭香。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一路上也不见南妹妹，可怎么办啊？站住！看，好像是南姐姐。南店主，你给我站住！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姑娘，哎，太深重烽火白骨沙。江玉湖气数已尽，不知客栈里的迷迭香燃的还剩多少。展昭，我们追。哎，保长他们是不是奔血魂林去了？不知道。哎，本将军命令你让开。为什么？让开！包公子说了，迷迭香燃尽前，谁都不能出客栈的门。我情愿与你在这儿凑合着干瞪眼，也绝不能与人家食言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要是再拦着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大人，你家俊杰的门槛也太低了。猪都认识的食物，我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本将军是看你这头猪活腻味了吧？将军您，石公子，都怪我一时莽撞，误以为江玉湖是因为嫡子的过节而暗害我娘。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莫再冲动行事了。我打小就跟着我娘做贼，虽偷过大把金银，可我们母女俩的日子过得并不宽绰。钱都去了哪儿？拿去救济灾民和养活乞儿了。曾经我以为此生至乐就是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，现在方明白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我们浪迹江湖，居无定所，可只要有我娘在，便处处皆可为家。现在她不在了，家也没有了。从故乡到异乡，我们都是漂泊的浪子。你对挚爱之人的想念，就是你的家乡。相信我，我们定会找到烽火白骨沙的解药。人生还长，你还有许多好时光。我谢你。其实，未来能与你们同行，就是我所期许的好时光。
走吧。好浓的血腥气。这里有沾血的枫叶。这下丹枫白露竟变成丹枫血路了。这应该就是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洞了。江玉湖一定就在里面。走。包大哥，好黑啊！你一定要跟进我们，不然找不着你了。这么大点地方，怎么会找不见啊？你不知道，包大哥小时候出去玩，有回躲在草里睡着了。包大娘打着灯笼找他，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。为什么？包大娘说他太黑了，一到夜里根本看不着。包拯哪有这么黑呀？后来包大娘苦创美白药膳给包大哥吃，可吃着吃着就吃黄了。你别听我娘胡说。你有火折子，刚才怎么不拿出来啊？还问呢？你们把我姐的手都腾不出来，还拿火折子呢？自己老胳膊老腿的，你赖谁啊？别怕，只是骷髅。展昭，走，我们再到里面看看。天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骸？胡掌柜在此地杀人如麻，需毁尸灭迹的，已焚于熔炉中；其他的，应该就抛尸于此。江玉湖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又是獠牙蝙蝠，这里也有蝙蝠的尸体。那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雉鸟的尸骨。当时我们在血魂岭外见的鸟就是雉鸟，它死得这么惨烈，一定是被獠牙蝙蝠所噬。事已至此，我们还是先回客栈要紧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客栈里怎么一点人声都没有，就和我们初来乍到时一般静。上官将军还真沉得住气，我先前还担心他会大闹一场呢。越安静，我反而觉得越瘆得慌。包公子，包公子。
你怎么躲在那儿？哎呦，我要是不在里头躲着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上官将军剁成马饲料给喂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包子，咱们俩的书，您可得收好了。待会儿我要是被宰了，这奋笔疾书的千秋大业，可就指望您了，包公子。好。我和儿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，世人皆知。你有话说话，有事说事，别一会儿血溅10丈白帆，一会儿又马饲料的闹腾人。这客栈刚被你豪成法场，现在又唬成了屠宰场。哎，不过一日不见，你这字儿倒是麻雀变凤凰了。我和麻雀哪有这能耐？这都是沈凤凰所说。只可惜，这马上就要变成那遗书了。沈公子出了什么事吗？哼，先前呢，他为了给你们打掩护，差点被上官将军给掐死了。哎呦，您赶快去救救他吧。走。上官将军下手可真够狠的。若要这般不堪而亡，我宁愿自刎而死。南姐姐别急，包大哥一定会想出法子救你的。哎呀，包公子啊，您还有心思摆弄这小姑娘的玩意儿呢？您要有功夫，赶紧想辙摆平上官鳖吧。我这么奋不顾身是为谁啊？您可得对我负责呀。听你说话，真是一个字儿一个鸡皮疙瘩。那我还是回马厩吧，再不济，我还能策马逃命呢。有种你就试试。没种就没种啊！将军息怒，和儿因受学生之命，故封守客栈。为擒真凶，学生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凶手除了江玉湖，还能是谁？江玉湖已死，凶手实则另有其人。哦，此人将水姨杀害后，又将水姨的独门暗器滴水诀窃为己有。滴水诀既能以毒攻毒，也可遇毒更毒。他一旦沾上梅丹峰的白骨指环后，便可以透肤见骨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找到白骨指环，就可以验出凶手真身。那白骨指环是何物？此物现在何处？方才学生去血魂林时，不慎遗落此物，待学生将其寻回，再详细禀明将军。好，那便依你的意思，快去快回。是。包大哥，你来杜贤房间做什么？来揭开另一道机关。
站招！这方洞口通向何处？客栈大厅里的兽头。我们不是要去血红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